中国房地产的迅猛发展，一度成为支撑国家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这期间，不乏有业界人士或行业专家，总喜欢对行业的发展预测进行品评一番。如今面对当下经济发展的大变革，房地产经济当下低迷期，曾经的那些专家学者们却没了踪影。而早在2018年，在国内房地产行业处于发展巅峰时期，知名地产大佬王石提出了活下去、活得久、活得好的口号，对内求稳，稳定了去泡沫、降杠杆的发展战略。很多房企都因为在这几年内高速扩张房产，造成负债、资金链断裂、负债违约，最终崩盘破产。而正是王石对策略正确的解读，对房地产市场发展走向的预判，万科没有被卷入这场房地产行业的大风浪中。房产破产数量从2021年的343家、2022年的308家、2023年的233家，截至当前也有100多家房地产宣布破产。其中如恒大、碧园等知名房产也未避免这场地产行业的暴风雨。即便房地产市场如此不景气，可王石仍然对行业看好。他一直持续关注着国内行业的动向。如今他再次对我国房地产发展给出了几个看法。他审时度势的观点得到了专业人士认可，纷纷表示这些预测大概能够成为现实。一、观点的来源。王石的预测让我们了解了，在多变的市场环境中，需要持续不断学习，提高自身，加强适应性，才能把握稍纵即逝的机会。房地产市场发展虽然充满一定的未知不确定，存在着较多风险，可正如王石所言，一旦有了正确的判断，加上与之配合的政策或方法，就可能在一次次逆境中遇见转机。他的观点并非是凭空想象，而是在了解其他发达国家地产行业之后，结合我国房地产现状和自身多年的经验，才总结出以下观点。他认为，我国的房地产不是一个独立存在的市场经济环境，国家政策是房地产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早在2018年，我国房地产市场发展的顶峰时段，王石便对该行业进行了预测。基于此，在万科发展方向上，选择控制投资规模，保证万科有足够的流动资金。就是这个曾经被说过度保守的举措，啪啪打脸了。曾经质疑这个行为的专家，让万科成功地避开了一次行业风险。怎样增加房企的持续寿命，是众多地产企业目前需要解决的问题。其他次要问题都已经不被放在企业发展问题的列表之中。曾经那些一味强势入局的地产企业，不计后果疯狂投入资金，不考虑承担能力的扩大投资规模，最终陷入了债务危机。在王石的预判下，给了我们很多警醒，时刻保持理智，每一个决定需要三思谨慎，分析市场不可只考虑表面积极的现象，放大优势，缩小可见的风险。企业者更需要面对市场，多分析了解，并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制定出健康且可控的发展方针。切勿贪心赌徒心理，一味过度的依赖市场。如何预防我国的房地产走向泡沫经济？日本地产的泡沫崩盘，影响了我国房地产发展的警钟。曾几何时，我国同样有开发商无节制的扩张产业，房产的飞涨更迫使有些人盲目投入更多的资产买房。对飙红的房价，就如同看股市一般，双眼也变得猩红。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周期性，有上升阶段，就有平稳期。
也会迎来饱和期，最终会有下降、衰退期。我国房地产行业发展也不例外，要理性的看待发展规律，掌握政策导向，及时的调整发展战略方向，从而避免行业风险，才可以有效地避免行业走向泡沫经济。万科在2018年选择急流勇退，及时调整了企业的发展方向，保守平稳地度过了行业的膨胀期，避免了企业掉入债务的沼泽中。正是看透了这个发展规律，眼光长远，预见了地产行业可能的走向和行业风险。面对如此，王石表示，国内房地产市场依旧处于调整期。通过日本房地产的危机，可以预测国家房地产调整预计持续还有3到5年之久，且在调整期间，前期各房地产企业恶性竞争发展时，积累的债务还会不断频发。目前也只是冰山一角，整个市场也会和其他行业一样，在历史的洪流中不可避免的优胜劣汰。但王石还是表示，对我国未来的房地产市场仍然看好且充满希望。2. 表示我们不会照搬日本，在日本出现地产泡沫经济破碎时，对方政府面对市场的混沌情况，没有过多给予政策参与，即便给予干预，也是无痛关养的措施手段。王石对日本政府选择施行了央行加息来刺破楼市泡沫的行为表示，央行加息有一定的效果，但并不完全适合我国。反观中国，房地产行业发展一直都受国家政策频繁的调控，采取多种调整政策，从多维度来刺激市场需求。无论是对购房首付比例调整、贷款利率不断降低、调整增设购房各类政策补贴等手段，都可以推动地产市场的稳定发展。国家一直不遗余力地帮助市场恢复经济发展，及时出台的防控措施都对国内房地产经济发展的走向有着重要的帮助。王石对国家政策的颁布，表示我国在通过时间换空间的方式，国内房地产市场可以实现软着陆，整个房产市场会逐渐适应政策调控下产生新环境。这一系列手段都会降低甚至阻挡住地产泡沫破裂发生。3. 我们也不能盲目乐观，在对房地产市场未来看好的前提下，我们还需要积极面对当下诸多房产企业负债的现状，各种负面的情绪和反向的输出，或多或少会影响房产企业低谷的速度，而国家已经第一时间进行调控，联合银行机构汇总市场上良心地产企业，针对性地组织召开会议，为这些企业给予政策扶持。相信通过这些手段，可以尽可能最大努力地去缩短地产行业市场调整期，避免整个地产经济发展波动过大，最终实现市场恢复。国家政策的导向和支持，也会有效促进老百姓又有新一轮的购房需求，最终将房地产经济发展走向新一层台阶。这些政策支撑都是王石对国内房地产发展信心的来源。4. 我国房企的未来。首先，我们需要了解的是，过去几年，一些房产为了快速扩张，不惜贷款大量资金来获取土地。然而，随着楼市调控的加强，市场风险逐渐加大，这些企业将会面临巨大的压力，一些债务违约的情况将不可避免的发生，而这些企业的倒闭也将导致整个行业的信誉下降。其次，全国房产经济调控举措的进一步推动，房地产企业大多都选择降低负债率，逐步减少投资规模。这些行为都表明，不久的将来，我国房地产市场发展会逐步趋于平稳健康，不会再出现晨间的过度开发、高风险发展情况，而持续选择高负债的房企，
就意味着越来越困难。同时因投资建房面积的减少，房企对土地需求也逐渐减小，这对有能力、有资金、综合性较高的企业无疑是利好，他们有更多的机会条件可以拿到土地资源。综合以上条件，我国的房地产市场发展会逐步走向平稳期，迈入一个更健康的发展循环中。适者生存，一些不能紧跟国家政策导向的企业会随着市场的变化与当下格格不入，最终被其他企业所取代淘汰。当然也会有更多新生的企业有着更好的适应性，来加入我们更好的市场环境中，创造出更多的市场价值。在国家政策导向之下，我国房地产市场正逢换血洗牌阶段，房产的未来如何走向，都取决房企自身如何选择应对，如何提高自身硬实力，才能够抓住机遇，在市场中占有一席之地。王石对整个房地产市场的判断，以及我国未来房地产发展的信心，一方面给我们提供了方向和目标，也让我们对未来充满了期待。他的预判观点既有对经济、政策和市场供需等因素的分析，也体现了作为企业家多年的管理沉淀出的洞察力和分析力，更表现出一个企业家的魅力。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您能够看到最后。如果今天的分享对你有帮助的话，请点下一个免费的赞，我们下个视频见啦。